先来看看欧洲，在布林肯访中之后呢，现在5月重头戏来了，习近平马上就要到欧洲去接连的访问，其中德国呢一个最新的消息公布是说，德国政府原先计划要加强监控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哦，刚刚不是讲了吗？美方就要监控，不让中国大陆投资太多在这里，可是现在正准备考虑松绑。以免冲击到柏林现在重振经济的计划，凸显德国经济对中国的经济投资是依赖相对深很多的。而布林肯跟肖兹访华凸显差别啦哦。那当然，布林肯在中国面前一直是来感觉吵架，所以直言不讳，所受到的待遇也没有太好。那尤其是俄乌问题嘛，但肖兹呢对中的语调更具所谓的和解性，做法也不同，当然他的位阶也是更高。而习近平访法国的前夕呢，被说在王毅的部分公开的表示，希望法国推动欧盟继续奉行积极务实的对中政策，在预告什么？预告接下来跟欧洲要有更多的合作跟务实，甚至这个时候，中国的一些媒体上特别报道了一段故事哦，戴高乐家族3代跟中国人民的友谊故事，非常的温馨。包括这个。这是环球时报发表的啊，戴高乐家族啦，从小有摄影师迷啊，还有是中国故事跟旅行经验的影响，对中国很迷恋啊。他的叔祖父呢是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是1964年首位跟中国建立外交的西方领导人，被誉为中法的友善使者。也就是说啊，我们两国的交好是有历史渊源。因阿公就跟我们很好了的概念了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双方可以有更多友善的合作跟交流吗？那当然急着要各种交流跟这个进口商品的，还有澳洲啊。本来上次我们就谈说，准备澳洲龙虾被开放了吗？红酒已经开放了，龙虾是不是准备开放了？结果现在好像还没。但今年3月的时候，中国终止对澳洲葡萄酒的反倾销税，龙虾好像还没有正式的公布的时候，如今呢已经被取代了，是古巴龙虾已经抢占了大部分的市场啊。如果龙虾澳洲再不解禁的话，恐怕要进去也抢不到了吗？那欧洲也是一样的概念。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中国的葡萄酒，葡萄酒当然大家都知道是以欧洲，甚至这个几个法国啦，这个主要市场西班牙啦都说了算，但没有想到在宁夏国际葡萄酒的交易博览中心，最近有一些所谓的期货投资管理公司啊。中国的葡萄酒也第一次可以进到这个交易市场，那来自于哪里呢？山东、北京啊、烟台这些地方，有新疆哦，这些都是主要的葡萄酒盛产区，就变成它也产生了自己有一个永立中国特色的葡萄酒奖。所以显然在欧洲也不只是葡萄酒由欧洲独占鳌头，中国大陆也开始对于这些相关的生产产生了影响力。那么另外再看看其他国家呢？日本车企。当然碰到很多困难，他们电动车的发展走在了后头，所以抢占竞争的这个角色当然比较落后。那在寻求苦战啊，还要跟中国大陆 IT 业合作吗？突破困境吗？马斯克最厉害了啊，默默很低调的，突然访问了中国大陆之后，还见了李强。他还甚至很多的话术上面讲的非常的柔软姿态，他说他是中国的超级粉丝，特斯拉上海的超级工厂是他全球工厂里面表现最好的，我们愿意跟中方进一步的深化合作。我觉得这话都讲得非常漂亮又好听，讲到心坎里去啦，所以马上就有各种开放政策。马斯克说要寻求中方在中国推出全自动驾驶软件啊，马上就说这些所有的数据跟车型安全资料要求都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完全符合，也有利于全面解除特斯拉的进行限制，是目前唯一得到符合要求的外企。所以马斯克这招显然是有用，因为被说好话说尽了嘛，不然特斯拉现在在这次北京车展还没有车位呢，没有位置可以展览。上一次展览已经是2021年的事情了。而亮哥，当我们看到在往欧洲发展的中国大陆的政策来讲，其实德国已经跟法国一样在微调了。德国恐怕是没有办法啦，因为它经济非常糟糕，去年是负的，那今年现在算起来是0了，所以你怎么可能？因为它跟中国贸易是欧洲第1大，所以你再怎么样也要现实处理这个问题啊。那倒也不是习近平对肖兹特别好啦，因为肖兹毕竟是国家领导人嘛，布林肯不是啊。
如果是拜登去，也是会有这种镜头的啦啊。事实上，他特别接见布林肯也是给他面子的啦。不过我是觉得，因为接下来你可以看到那个习近平他5月要出访塞尔维亚、匈牙利跟法国嘛，各有亮点啦。塞尔维亚他要去当时南斯拉夫被炸了中国大使馆去悼念啊，那大概要表达一些政治的看法啊，就是对北约的控诉了啊，当然是美国为主啊。那匈牙利听说要投资电动车的那个零组件啊，那这个是林德时代之后再一次又在匈牙利落地。那法国我看就是会带个礼包去了啦啊，因为他要跟法国谈蛮多事情的，因为法国毕竟是5常之一嘛，那中国大陆也希望能够鼓励法国更独立自主啦啊。那中法的贸易其实很少，不到800亿，所以它有很大的空间。因为中德的贸易大概接近2000了，俄罗斯都已经2400了，所以法国没有理由贸易量那么低啦。所以我认为他会做球给他啦，啊，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大概就允许他进口了，比如说农产品啊之类的啊。实际上，中国大陆在选择欧洲的国家是很有策略的。他就是知道有一些国家大概比较有自主决定的可能啊，那他选定的就是法国嘛、西班牙，然后德国，那前一阵子李强还去了瑞士，然后还有荷兰也去访问中国，那接下来那个意大利的 Bologna 也急了，怎么大家都去了我没去，所以他7月要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策略啦，就是他至少要跟欧洲交好，然后对比美国的无理取闹，我觉得有点故意了啊。那至于这个澳大利亚的龙虾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结果啊？因为澳大利亚感觉上还是积极的在搞 AUKUS 啊，那又要把日本拉进来，然后又在跟美国做演习，这个中国大陆当然会有人不爽啊。那古巴呢？古巴现在是跟中国的关系看起来是要往上拉啦。因为最近他那个武装力量政治部主任刚去中国访问，所以我感觉中国是刻意要拉他，就是以后如果要制衡美国到菲律宾搞一些有的没的，那中国就到古巴也搞一些有的没的了，所以感觉是有一些策略性的因素在考虑。那至于李强啊，事实上他没有出席北京车展。是因为自惭形秽啦，他根本没有新的车种，他参展个鬼啊！你说参展不是被人家比下去了吗？北京车展有110多种新的车系出来，特斯拉几年了就那几样啊，永远都长那样子，你好意思参加吗？所以我说他现在真的是碰到了极大的危机了啊！虽然说这个他去了，然后那个中国的那个汽车的工业相关的协会。通过了他一些东西啦，可是他要求要把自动驾驶的数据啊，可以输送到境外，也就是输到美国来做分析啊。这个坦白讲是很敏感的啦，啊，因为你也知道自动车它是会收集影像、声音，还有街景，通通都会录下来啊。那你把它收回去美国，我怎么知道 CIA 会不会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容易耶，所以我不知道啦，反正通常这种你要来参加人家的自动驾驶的这种测试嘛，那照理讲收集到的数据恐怕都是各国保管的，那他有点要搞一个国际中心啊，说我通通都要回送到美国，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的困难。恐怕也不是说是超级粉丝就可以的。陶县长，其实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有关的报道，他分析了德国总理肖兹跟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他们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不同的一个态度啊。那这一篇是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他认为德国的总理其实是一种奉承，那美国的国务卿是直言不讳啊。那事实上来讲，肖兹为什么是要奉承呢？他之前是这样吗？不，他之前不是。
在2021年的时候，他其实也想要对抗中国大陆的一个影响力啊。他那个时候准备一个新的投资监控法案，准备要管制相关的量子技术、精密半导体、人工智慧以及关键基础建设这些的投资，但是所有的德国大企业撑不下去了。那撑不下去之后，就当然他们会影响到了这些大的公司，它会透过政治现金、透过政治影响力影响到消资，所以消资现在它只能够非常的对于中国大陆释出善意啊。但是事实上来讲，我们来对比每一个国家啊，它都有经济的相互依赖。它为什么会相互依赖呢？因为每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不同，人力资源也不同。我们来看看当初中国大陆铺成了中欧班列，也就是中国大陆产生了各种的零组件，然后支援到了德国，然后透过中欧班列到了德国，德国做成了各种的，无论是精密机械，无论是豪车 Benz 或者是 BMW， 再回销到中国。那这一个也就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相互依赖啊。但是我们来看到说有关于这个疫情之后，大家都讲要把以前的这种长链打成短链，但是我们无论是从德国或者是未来的法国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其实是不成的。为什么？因为经济每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并不一样，而且人力的基础建设不一样，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中国已经成功的进入工业 4.0。 什么是工业 4.0？也就是人工智慧控制机械手背，然后每一个产线它要更换。为什么我们在谈中国的这么多的电动车，它的生产线如何制成？只要这个 AI 30分钟重新制定，它就可以生产另外一种车，这个就可以制成多样而少量的车。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无论是比亚迪或者是各种的车，就是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为什么这么多样式？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大陆已经进入了工业 4.0， 而取代了德国。彬哥当然中国是一个广大的，可能是个竞争者，但它更是一个更大的市场啊。所以在美国的策略是要对抗，但是欧洲国家可能不一定要做同样的做法。欧洲没有一定要跟中国大陆对抗的理由嘛，所以对欧洲来讲，毕竟中国大陆的市场对他们来讲还是非常有诱惑力，而且还可以开发的地方还很多，所以他们当然对中国市场寄予厚望。那肖兹这一次根本就是被那些企业家全部压着他走过去到中国大陆去了，所以他当然态度会比较软。但是我觉得这个回报也是蛮丰硕的，习近平就会承诺愿意对他们某一些优惠的条件啊，或是开放让他们更多的一些企业的方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好处的嘛。实际上，中国大陆的策略现在目前也很简单，只要你对我示好，你不要就是对我太针锋相对的话，他都愿意对你做出让利啊，或者大家能够更深化彼此之间的经济交流。他对法国也是这样，对德国也是这样，我觉得都差不多。那澳洲当然就因为澳洲表面上好像一直要跟中国大陆和解，可是实际上你又跟着美国一路这样走，那甚至南海你也要来参一咖，然后很多东西你也是好像一方面又要跟中国大陆做朋友，另外一方面又要跟着美国一起在那边摇旗呐喊。那对大陆来讲，那我就不急嘛，因为你都不急了，我为什么要急？我就慢慢来就好了。对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那至于说它的龙虾会被取代，其实古巴是那个眼斑龙虾啊，跟澳洲的天鹅龙虾其实有点不太一样。那就看市场口味的适应性嘛。我们台湾就是用澳洲的天鹅龙虾，我们的市场接受度是很高的。那古巴龙虾听说更便宜了，所以这个市场竞争压力也蛮大的。那至于中国大陆葡萄酒，其实葡萄酒现在在全世界各地都方兴未艾，很多国家，包括你看，你最近经常转换，像南美洲有一阵子很红啊，智利啊什么也很红，澳洲的葡萄酒也很多人很喜欢啊。那中国大陆也有很多地方可以生产，它当然也会尝试的去栽培。
那至于说马斯克这个东西呢，其实马斯克现在真的面临重大危机，因为他的自驾系统被美国经过3年的检测，认为是有重大安全缺陷。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在这边提供市场让他去收集数据的话，当然对他来讲是一个才活得下去。对，可是问题是，就跟亮哥怀疑的一样，我不认为中国大陆会直接把数据给他。我认为恐怕中国大陆是说，你想要数据可以是经过中国大陆那边筛选之后的数据才会给他。因为你全部让他直接把数据直接送回美国去，我想这个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大陆应该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好，接下来来看看在俄乌战争呢，还有以色列的以巴冲突等等，它的情况一直每天都有变化。例如，俄乌战争当中被新闻报道出来是东部前线乌克兰整个局势非常的恶化。那么，武装部队总司令公开的讲，我们已经被迫从3个村庄进行战术的撤退。俄军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几个礼拜之内就会在战术上大有斩获。其中被包围的第115旅跟104 TRO 这2个营队几乎就在这个地方准备投降115旅是被说是被丢去这个战线的发生集体的，因为抗命嘛，就被处罚的概念嘛，就集体溃散抗命丢在东南边的营队上被孤立，没有支援。而104旅原本不在这个线上，被单独派去战术支援，就一样被困在现场。那问题是，美国不是通过了法案吗？要支援它，包括武器吗？但这个时候，如果乌克兰真的一直几周之内有大的变化的话，当然对拜登不利，所以美方相信也很担心。但美方担心要怎么帮助他的小老弟盟友呢？买老爷战机嘛，这个是美国传出来的消息说，狂买超过80架战机，是哪班机？是米格31，其他这最旧苏凯24这些被说是老爷战机级的苏联老战机，买了81架要干什么呢？说要给乌克兰用的啦那基辅邮报推测会在乌克兰服役，俄国媒体甚至分析乌克兰恐怕会使用苏联的旧战机作为诱饵乌克兰其实人家希望的是美军的新战机他当然不想要这些老战机那美方的说法是说，因为乌克兰的士兵比较习惯用苏联制的这样的机型，所以准备了这些礼物要给他们但显然对于战事恐怕帮助很有限。那另外呢，中国大陆这边的出手是针对于俄罗斯，当时不是输到欧洲的这个北溪的管线被炸吗？到底谁干的，一直没有真相。那么耿爽就在安理会审议北溪问题的时候，公开提出来说，这个事件已经爆炸超过18个月，影响当然欧洲国家很深远但是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调查结果。他呼吁要及早启动联合国牵头的这个国际调查小组，还原事实真相，怀疑另有隐情。谁干的呢？当时有各种版本嘛，英国、美国什么各种都有阴谋怀疑论。而美国现在威胁要制裁中资的银行那中俄贸易被说已经开始反而转到地下来进行结算，那当然就可以规避相关所有的调查咯，或者是制裁咯。那中东当然更是现在拜登在选举上的一个软肋。美国跟埃及说都拦不住的是以色列和谈前几个小时，本来促成要和谈啦，又空袭的拉法，造成13人以上至少这样的死亡。那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就说，其实只有美国能够阻止以色列加沙走廊南部边境这个拉法市还在被各党的攻击继续当中，为什么美国不做呢？事实上，胡塞武装的攻击部队再次声称击落了美军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是被说很厉害的死神无人机，就连美军也证实了这个消息，被打下来了。但是中东国家已经快要跳脚，受不了这场战事再继续拖下去，所以沙特阿拉伯的国家峰会上，跟美国的代表，包括布林肯当时也在场的情况之下，就大骂，直接这个语气非常严峻的批评，说世界辜负了加萨。那布林肯呢？虽然号称要致力于停火事宜，那5月1号也要到以色列约旦去但问题是挡在巴勒斯坦人民跟停火之间的就是哈马斯，仍然强调要把哈马斯除掉才行，但那怎么可能有办法除掉？在两人的情况之下，到底怎么做？那现在国际刑事法院说要发出逮捕令，因为违反战争罪嘛所以
以色列媒体就报道一个消息哦，纳坦雅胡有点紧张，很怕真的这个国际法庭要把他抓起来吗？所以还不停打电话给拜登，叫拜登去阻止这个事情发生。但问题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啊，罗马规约的124个缔约国家里面，就是没有美国跟以色列。那所以到时候会不会真的反而不小心被逮捕起来，离开国内的话啊？总之，现在在俄乌战事看起来是对乌克兰相当的不利，随时战争都有可能结束嘛？亮哥。对，所以布林肯才急着去中国啊，就说我即使给你610亿，我也不确定你能打到11月啊，因为还有很久而且俄罗斯确实正准备要做大反攻哦，因为最新的证据出来，就是在扎波罗热上面，乌克兰已经筑了一个27公里的防御工事，那他们就知道俄罗斯要打上来了嘛，所以这个只是其中之一啊。就是他弃守啊，那其中有一个旅，据我了解是自己瓦解的，那甚至听说他现在士气真的是不好嘛，所以有督战队啊，结果督战队被打死，然后集体投降，所以美国真的担心的就是这个状况，就是说我给你钱，给你武器，结果你们打不下去，这个有点类似国民党最后那一年了在大陆了。事实上，3大战役国民党还打得有模有样的，那共军渡长江之后就一片大乱溃散嘛。我觉得美国现在就是最担心这个状况，因为事实上了解战争的人就知道，比如说阿富汗，美国认为大概要半年才会打到喀布尔啊，结果2个月就打完了，所以就兵败如山倒啊。所以我觉得，所以为什么美国要介入说，中国你不要支援俄罗斯军工产业了？结果情报也不查清楚，那个汪文斌当场就甩他一巴掌啊，就说据我们了解，60%的零组件来自西方啊。结果有人去查啊，听说是从中亚乔治亚那边进去的。因为乔治亚跟西方，现在中亚有很多国家，很多是跟西方比较亲西方的他们不喜欢俄罗斯啊，所以他们在跟西方做贸易啊。结果一转手就转给俄罗斯了，所以我说美国现在就是我觉得美国这1年来的表现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抓不住了，就搞不定了。那这个世界的问题越来越多，那美国对全世界搞定的能力越来越差。比如说阿拉伯，这个是布林肯第7次去中东，你看你这样会不会人家看衰？你第7次来。然后也没有办法阻止以色列打拉法，那你美国来有屁用所以你说那个沙国的外长对他讲那很难听的话，这个坦白讲我也要讲一句话啦，那沙烏地阿拉伯做了什么？我坦白讲沙烏地阿拉伯啦、阿联酋啦、卡达啦，你们这些有钱的逊尼派的这个穆斯林国家你们有制裁以色列吗？没有啊。我们反而是看到亚洲、印尼跟马来西亚在制裁以色列啊，你不觉得这里面有玄机吗？所以坦白讲，阿拉伯他们自己的问题你们自己不团结也是主因不然坦白讲，这个制裁不是应该从阿拉伯半岛开始吗？那埃及也没有制裁以色列啊，我讲白了，埃及的天然气还从以色列买的是所以我说你自己都搞成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会搞成今天这个处境嘛？你不团结嘛，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处境嘛。那当然，美国也是非常糟糕了。这布林肯第7次去，如果你一回国了，然后拉法战争就开始了，我看真是颜面扫地所以会不会有最坏情况是，美国希望结束的战争以巴停不了？就不能停的乌克兰马上要结束了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俄乌战争在现在所看到的局势里，真的对乌克兰非常的不利，包括有弃守的、溃逃的、等着投降的，有没有可能真的提早结束战事呢？小舰长，美国最担心的
就是主持人一语成谶，就成了事实。墨菲定律。对，为什么呢？事实上，现在的乌克兰根本就像个无底洞一样，你资源往里面怎么投都没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讲阿夫迪夫卡在哪里，在这个位置，这是2月的时候俄罗斯打下的堡垒城市。现在讲的是哪里？现在讲的是这一个地方叫做奥切列纪涅。他打下了这里之后，我们有没有看到这里还有一个三角也往前打？当他开始往前打的时候，这里面又变成一个口袋了。这两边的部队一合围，然后这中间的乌克兰的部队又被歼灭了。所以这个也就是刚刚我们来看 CG 字卡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断的讲到说，只要是督战队被干掉了，其实大家都投降，因为现在以前是规定3年，也就是36个月，你只要在战场上面存活下来，你就可以回家了。现在这一条已经废了，意思你就是打到死，你才能回家呀。对，那还不如投降，投降还可以等某一天可能可以回家。另外呢，如果我们看我们台湾的自由时报的话，我们就会看出很奇怪的东西。他就是说，他怎么说呢？他说乌军称成功固守、掌控战事，这个跟我们讲的基辅独立报引用一模一样的照片。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基辅独立报他都在讲说，俄罗斯在我们刚刚讲的奥切涅纪涅这里站稳脚跟了。所以我们这样讲其实我们来看俄乌战争，我们其实都看到的是认知作战。那这个认知作战现在回到美国了。怎么说回到美国了？也就是以色列的问题以色列现在很可能被这个以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把那个以色列的总理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全部以那个送交到国际法院审理。他国际法院只管4个罪只有他的管辖权只有这4个：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这4个。觉得以色列哪一个符合呢？通通符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真的开始紧张了。所以急扣拜登，拜登能帮得了他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很难想象世界上2个地方战争都还持续没有办法结束的，包括俄乌，包括以巴。那当然，台湾不希望有这样的状况，但以这些国家为鉴，台湾怎么看待这些战事也是关键。其实我讲实在话，现在乌克兰的情况真的是蛮危急的，因为你看，从开战到现在，你很少听到他们说一下子被包围，或是一下子遇到困境就整个旅投降的这种状况。以前都没有出现过，那这代表这是整体士气崩溃的前兆。打太久了，对，那这种东西会有骨牌效应你一旦有人投降的话，接下来可能一整排的投降，你那个防线整个就直接溃散掉，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情况非常危急。可是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对以色列跟乌克兰完全是大小眼。而讲现在乌克兰的状况是，美国如果不紧急把军援送过去的话，可能他前线真的会撑不住，会一泻千里。然后结果你们对以色列应援的这么勤快，对乌克兰就那边慢吞吞。那你再不加紧速度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现在还在去讲说，这种拍卖苏联时期的老爷机，你弄这来干嘛啦？一点用都没有啊！你不如直接给他无人机，我觉得弹尽援绝了吗？那种都还在用机械雷达，而且它到底妥善率怎么样都不知道，能不能飞都不晓得的东西，你把它弄来干嘛？我觉得这样搞下去，乌克兰真的会被他们搞死。这叫飞行员送死。是啊，这我如果是飞行员，我会拒绝上去飞，因为那上去也是死啊，而且根本完全没办法执行任务。那反过来说，以色列现在其实以色列有点像脱缰野马，他就是。你们要阻止我是吧？我让你们来不及阻止，我先弄。那造成既成事实之后，让你们没有办法吃后悔药。那我觉得这样做法是很恶劣的。其实这样会让拜登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不要忘了，拜登现在正在面临国内学生的强大压力。真的，你如果以色列持续这样暴走恶搞的话，
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样去平息这些学生的风潮，然后再加上现在你看布林肯又再去，我跟你保证他这次去大概无功而返，因为每一次的情况都是一样，不断的在重演嘛。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及国内议题最新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小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几个最新消息哦，当然日币一直贬，贬到说亚洲快要货币大战了。那贬到当连国内都在喊说，日本的央行什么都不管，还在躺着不管事吗？但昨天这个各企业大家各种的分析哦，包括了我们来看这个最新的是好了，台湾的企业投资东升西降这样的说法是来自于民视的报道。他说呢，在投资金额来讲哦，台商啊去投资美国的金额比要有2.3倍，对比前一年，但对中国的投资呢，只增加了17%，看起来对美国投资多了很多嘛哦。其实我们实际算一算，台商对中投资呢，2017年1.9兆，同期对美投资是6.79倍之多哦。那所以现在算一算，2023年的确来到了2.2兆，只增加17，但金额算一算，仍然规模还是比投资美国的多很多啊所以然后呢，所以重点只是要告诉大家说啊，美国的这个投资影响力，就算两岸之间的关系不好也没关系吗？但日元呢，却影响了整个亚洲，包括股市、货币的市场影响非常的大。那么日元失守一度，今天在一直掉的情况之下，失守了160的大关，创34年来的新低。那这一场外汇市场的贬值呢，吓坏了很多人，当然中间一度后来拉回来到了155左右了哦。那狂跌之后，终于日本央行就出手了，因为昨天日本央行还出来洗地，说哎，我们其实对观光事业还是很好的，贬值不一定对日本的经济不好等等的，但实在被骂到不行了，今天也真的出手狂卖美元了。所以日元走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哪里呢？美国当然就3高嘛，高经济成长率、高通膨、高利率，现在还没有到降息，因为现在通膨数字又往上走的情况之下，日本政府就算采取措施有没有用？当然国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分析师甚至认为以吸引观光客也吸引投资，对日本政府有好处，来帮忙强调说这样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呢，日本央行终于也忍不住了，因为这影响的太大，它只好开始抛售美元。那我来看看日元重创之后，专家示警的是什么？这个汇率的波动占两国冲击将会最大，分别是韩国跟中国。那么千金和道士说，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导致资金外撤，连带影响中国政府的形象。搞了半天又是影响中国政府吗？而川普则是说，日元大贬是美国的大灾难。怎么说呢？因为这种日元跟美元的不均等一直贬下去的情况之下，美国出口竞争力当然就下降没有能力抗衡对手所以他说我自己在当总统的时候呢，一定会遏止美元过度升值，谴责拜登对这些事情都放任不管。那当然有一些报道都特别强调说，到日本去爆买这种中国大陆的民众或游客的情况已经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叫做从爆买到爆入怎么说？就是日本东京中国大陆的人口急速增加，在看到街上很多中文的招牌进入超市甚至有完全的说中文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还有70%的客人中国人，这种形态已经越来越多。东京文京区也成了中国民众的聚集处，成立的公立小学在这5年之间直接外国籍儿童增加了1倍之多，所以现在连你比方说自由时报的标题嘛，就是看起来就很反中。日本有一个交涉案，身份曝光之后发现是一个中国大陆籍规划到日本去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口，结果呢标题就特别讲人家说是中国移民太惹人厌，遭杀害等等的，这种就很针对性的这个标题，那真的是已经把人家动机等等，直接人身毁灭，是不怕被死者告，家属也会告你的嘛那嫌看不见富士山，中资饭店偷砍邻居的树，然后事发1个月之后等等，命案加偷砍树，中日的仇恨情绪显然还是在的那当然，日本的5名国会议员在钓鱼岛的水域去视察的时候，居然也遭遇到中国海警船对峙。那尾跟随之后呢？
行驶，还有最近距离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围绕在周边，也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就算议员在船上也是一样。那么当然。美国呢，很多州拒绝买中国的这个企业啦，或者是资金啊，去买地啦、建厂啊。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说，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地方议案、法案跟法规都用来阻止、避免这个土地啦，还有赢得契约啦、工厂啦，甚至当然不用讲是 IT 这晶圆的高科技活动。所以这经济活动，美国跟日本同样的都希望能够阻止中国大陆来对于国内的影响啊，但事实上是很难控制啊，甚至现在它的强势却也是越来越引起了美国的关注。日元的大贬，今天当然就是一个大家看起来一个指标的关键。亮哥，这个日元失守，当然日本央行要负绝大的责任比如说我们一看最新的美债交易。那个日本还买进了120几亿的美债啊，你怎么不去捍卫你日元呢？还跑来买美债啊？那中国跟香港在今年2月的数据是卖出360亿美元呢美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日本央行当然还有包括那个日币的币值啦就你币值贬，然后那个利率。跟美国有那么大的利差，美国现在平均利率是5.5以上那你日本的利率只有0.1，你去想一想，你的币值也贬，利差又大，那日本的钱当然都跑到美国去了嘛，这还用说吗？实际上连中国都有这个现象，你就不要讲日本了因为去年美国是暴力升息嘛，没错，就全世界都一样面对美元暴力升息的结果嘛，连中国资金都外流，何况是你日本那中国大陆当然它有政府的决策嘛，所以它就不能让那个人民币贬得太多因为它毕竟也是进口大国那日本央行给人家感觉就是都不管是坦白讲，这个岸田会输成这样。我认为央行也有一定的责任就是因为经济不好嘛，不然坦白讲，日本跟美国现在是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情况对不对？岸田认为亲美也许可以拉他的支持率，结果也没有众院全败。那显然就是经济嘛，日常的生活，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政治的根本就是你要把经济弄好了那这个。大概就只有2招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第一个就是你要不要升息那日本那个央行就是升息都是小儿科嘛，从负利率负0.1升息到正利率0.1请问这样增加多少？增加0.2了那你0.1也没用美国是5.5差距那么大，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然后另外就是你的币值嘛。你并没有进来保护你的币值嘛，所以你的股票就一直涨股票涨有屁用你可能要做的是缩表吧，买进日元吧，等等不管反正当然也有人是是不是你的经济的竞争力出了问题，从更深的来看你的结构了那这个当然也是有关就是说照理讲。因为从安倍那个时候3支箭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嘛，说我贬值看能不能扩大出口那出口还可以赚进一些外汇可是这个现象并没有看到并没有看到，所以照理讲它已经贬成这样了，结果增加了大概是旅游业了我们台湾人就特爱去日本，结果东西都好便宜这样，可是照理讲应该会增加日本的出口才对可是大概除了丰田之外啦，丰田就变成日本第1大企业，可是其他并没有那么明显的转机啦。有的当然就是它国内有一些资产就有人进来大买啦，比如说日本的房子对，因为日本的房屋是外国人是可以买的那我了解有非常多的台湾人、大陆人都跑去日本买房子事实上，中国大陆去年6月，日本有公布这个移民了330几万，中国大陆占了78万，
将近1/4，非常高的比例。哦，那我看这里面有一大堆人去买房子了，是哦便宜啊，就顺便。那更何况有些人不是移民也照样买房子啊，所以啊，所以有人在谈论那个大陆的房市，说你为什么不准外国人买房子？搞不好你现在在低点也有人愿意进场啊。不管啦，我的意思是说，日本可能好到了就是旅游啦，还有房市啦，可是你其他的该有的贬值带动的出口的竞争力，感觉没有看到啦。大概除了汽车之外啦，可是汽车在中国的市场，第一季它巨降了20%啊，那这个表示人家的产业也在崛起嘛，所以最终还是你的经济的竞争力了啊，然后你的央行的措施太被动、太保守，那就造成了你今天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了。我知道台湾有些投资者还去买日本的山呐。买一座山是啊也可以投资，是啊。然后像比方说观光客，因为观光客量，尤其5一长假来了啊，黄金的这个假期哦，观光客变成被他们日本人形容是观光公害，有各式各样的措施要阻止观光客，连富士山什么都要挡起来拍。我是觉得，当然观光客有的时候会造成当地居民困扰，可是如果你又把他们挡住的话，那日本你现在日元贬得这么重，你又不靠观光客，那你到底要靠什么？我也不知道。那实际上。因为日元贬值的关系，其实最近真的很多，不管大陆人也好、香港人也好、台湾人也好，都去日本买房子。但去日本买房子真的要注意一点，就是你外国人是不太能够贷款的，你大概都是要拿现金，你要直接去买，所以也不是资金不充裕的人能够买得起的。所以呢，我觉得日本现在这个状况其实很诡谲，你的央行持续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这个到最后对你的经济不会有所创伤吗？那我觉得谢金河讲那个更好笑，人民币贬值会导致资金外撤，连带影响中国政府的形象，所以日币贬值就不会影响日本政府的形象，这为什么？我不懂哎，所以这什么逻辑我实在搞不太懂。那至于自由时报讲这个什么中国移民疑太惹人厌，你知道这个宝岛龙太郎他是怎么吗？他其实就是因为日元贬值嘛，那再加上疫情嘛，所以他。就是趁着日本景气低迷的时候，然后房价下跌的时候，在那边买了一条街，厉害。对啊，听说那条街就直接被他命名叫宝岛街，因为他叫宝岛龙太郎。然后听说这样子挡了很多人财路。惨 bug 啊！对，然后所以呢，听说他一口气开了14家店嘛，在那个街上，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仇怨被人家杀害，目前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自由下这个标题，他那么爱台湾啊，姓改成宝岛。对啊，就改成宝岛啊，名字就叫宝岛性质。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由下这种标题是有点太过头，人身攻击。那当然了，我必须讲，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你移民如果大规模进来，一定会跟当地居民造成冲突，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日本其实传统上是不是那么欢迎移民的国家？对，我讲实在话，对的，日本其实对外面是有点排斥的，对外来民族是有点排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冲突是不可避免，未来在日本社会一定会发生越来越严重。但是问题是，日本现在因为他自己少子化的关系，你如果没有靠这些外来移民的话，你的人口下降的会更厉害、更剧烈，所以这个对日本政府也是两难呐。那我觉得日本政府自己要考虑怎么去解决这个冲突的问题。那至于说这日本5名国会议员在钓鱼台水域视察，你们不觉得这跟什么东西很像？跟菲律宾超像哦，这一样啊，这是美国版的碰瓷党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找了一堆议员啊，菲律宾也是一样，找了一堆议员、记者啊，然后就在那边巡视，就等你海警船过来，最好能够撞，大家撞在一起，然后就拍一些照片啊，拍一些冲突的场景啊，然后回去又可以大肆宣传，那大家都一样。只是我就觉得，光做这些东西，我个人是认为无助于解决事情。其实要解决事情是应该，我们现在是个文明社会，大家应该尽量用谈的方式，而不是用这种你碰瓷过来我碰瓷过去，这样子除了造成更多的这种仇怨之外，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这个对谁有什么好处。那美国当然，他现在防中国大陆是越防越紧，所以呢。它以后类似这种禁止中国大陆的法令，其实会越来越多。我相信美国未来大概不只是你不能在那边买地建厂，你包括在那边留学，很多东西都会开始禁。我认为是这样，它会逐步的减少自己跟中国大陆的文化交流跟接触。这个就是虽然拜登嘴巴上讲的是说不会跟中国大陆脱钩，实际上他就是在往脱钩的方向走。
是，小县长怎么看？钓鱼台周边当然已经不是短期1次2次，是最近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在叫啊，你怎么一直在我们海域，而且频密的程度是几乎每天都来，所以5位议员去，当然也是知道一定会碰到相关中国大陆渔船的海警船啊。刚刚主持人说哦，他是那个持续保持，那我就拿出一个证据来啊。以中国海警在微博上面的网站啊，如果我从2021年来看的话，2021年它元旦一开始就是1401号船，然后在2022年呢就是1301号船，那到2023年呢1301号船，那2024年因为小舰长一天到晚引用啊。他就不写哪一艘船了，但是意思也就是这个1301号船呢，它其实是3450吨的海警船了。那这一次呢，其实是日本的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去了，然后他还说啊，他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啊，然后他说他其实这后面这个岛啊，也就是刚刚。在 CG 上面所显现的，钓鱼台1公里啊，1公里其实只有0.539海里，也意思就是这个早就已经进到领海里面啊。可是我们仔细看啊，这边有一艘船啊，就是他们这边叠叠加加的这么多艘船，这边有一艘2502号的中国海警船。那这一艘船呢，事实上我们这样看的话，那它确实的已经在后面这个钓鱼台的领海里面，而且我们刚刚讲的是长期的在这执法，然后当然不是只有如此啊，他们还在上面放飞了无人机。放飞无人机有什么稀奇？本来不稀奇，可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它放飞的无人机是什么？大疆无人机。你到了钓鱼台，结果你放飞大疆无人机，这就告诉大家，其实怎么样禁止中国大陆的产品其实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价廉物美，你美国你出得起吗？连日本你都出不了这种产品，所以你没什么好讲的。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一次所出现的2502号船啊，其实它也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5000吨的这个船啊。我们看到中国海警如此的维护我们中国的海疆啊，我们看看我们台湾是怎么样。我们台湾呢，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只能在炸弹上面写啊，这是要去10家靶场对地演训的 F-16上面写钓鱼台是我们的，这是2012年。现在呢，大家搞文青做臂章，钓鱼台是我们的，但有实际活动吗？没有，对得起我们这些在台湾的国军，你对得起你黄埔，你的这些学长，你对得起你当初如何的开疆辟土的这些先贤先烈吗？当年还有金介寿会去渔船上面绕一绕，是不是？